确定要接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好朋友们也有收到一些通知，会有一些恶作剧啊，就是会有。农历7月最应景、最令人期待的纵骑3，我们今天就请到电影里面的男女主角，而且他们同时是钟馗跟钟馗的妹妹。嗨，我是张庭湖，我是许安植。那安植是从第2集就一直到现在，没错，就是延续第2集的角色，我还是佳敏，只是上一集的佳敏挑战的是面对她的恐惧的部分。那第3集佳敏克服了很多困难，就已经出师出塞的学台语，算是对初级的法师，真的是佳敏2.0，开始帮助人，然后在庙里帮忙，所以她也学习了很多咒语，然后包含了很多宗教的科仪的仪式。那这一次真的挑大梁钟馗，也很魁爷的，而且听说你现实生活中有被钦点。对，就是前面导演他们在选角的时候有拿我的名字去问，包含是第2集的康哥，他演火哥的时候，他也是有去问的这样，后来就是被老爷选中。我说传承，其实你也加了很多新元素，像这次魁爷还会跑酷，这实在太酷了。你是真的为了这部戏去学，还是本来就会？没有，本来就比较过动一点。你穿那样子去跑酷，不会有一堆 NG？就是会尽量不会让裙摆太长，然后跟袖口这些会阻碍到。但因为其实跑酷在里面真的是让它有一个很新鲜的视觉感。学的时候也是希望可以把全部都做到最好，所以大部分90%还是我自己能做的，我就自己先做。而且这样子不会整个做完以后汗流浃背吗？会啊，然后还要拿给武术指导，交棒给你，穿我的衣服，里面都湿的，然后他湿完之后我再把它穿回来。天哪，好可怕！这也是恐怖片之一。而且我很好奇，是因为你脸上都有画那个妆，然后当你这样汗流浃背，不会一直溶掉吗？不会，那是因为他们是用油彩，连卸的时候都很难卸，卸妆油才可以。特殊卸妆的，然后推很久。那你要花多久上妆跟卸妆？大概如果加起来应该有2个多小时、3个小时。化妆要1-2个小时，然后卸妆 maybe 要半小时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开脸玩，然后在马路上走动，居民跟警卫都下来了。可是你那个是有一些典故的，是真的是魁爷的妆嘛？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会有比如说蝙蝠啊，有些图案是蝙蝠的样子，然后他们会把它加在脸上的元素，然后包含是最后爸爸那个也是他们设计出来，就是用血画的那个。所以那个不是真正的魁爷脸上的那个是，只是原本的底色可能是白色，它就只有旁边轮廓的样子画出来。对，然后跟最后一套是有点像忍者，最后一套是定制。对，最后一套那个是量身定做，觉得蛮酷的。因为连脸谱都是新设计出来的。你们新设计出来的那个魁爷的样貌也要不会经过他同意吗？应该也。这我不知道，应该有问吧。大家可以看看，我今天庭湖身上带的，开始以为这是电影里面的道具。电影的是另外一个，这是五雷令，然后电影的是金光雷牌。那为什么你会得到这个五雷令？因为当初确定要接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好朋友们也有收到一些通知，会有一些恶作剧啊，就是会有烧脚底板啊，然后睡一睡被拉下床。在哪里啊？在我家。哇！他这样的云淡风轻，真的耶！一般人应该吓坏了。魁爷保护的人，因为当下其实你被拉下去的时候，你好像也站起来，然后说：“怎么了吗？哦，好吧，那再睡一觉。”真的就是睡一睡就突然滚下床这样。对。啊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是有跟老师他们讲，然后他们就说：“那你这个就带回去这样子，你就随身带。”有一个我自己蛮喜欢的那个思考逻辑，然后可以分享给观众朋友。就是其实这些好朋友们，他们都只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某一个人的家人，然后他们因为某些原因，可能思念或者什么的，然后留在这个地方。然后，当然中间也听过很多，就是不管是老师啊，或是导演他们在个填调的时候，就听过很多，就是真的是因果轮回要来偿还的时候。那个是大家都不会去介入，就连法师也不一定会去介入这件事情。然后你挡也挡不住，所以我就觉得那其实这些恶作剧就看起来其实蛮好笑的。那这一次这么多场景里面，你们觉得哪一个场景是让你们当时最不舒服的？
我自己觉得是废弃的戏院，然后盲婆的家。盲婆的家不是我以为是搭出来的，的确是搭出来的，可是那个环境跟美术的陈设，因为里面有陈设非常多的那种古曼童。听监制说，听说那些古曼童也就是不小心被一些禁住了，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个空间给我的压迫感很大。那个听屋也是应觉得该是戏院，戏院那一栋，戏院真的是最不舒服的地方，然后再加上很封闭、密闭，然后所有工作人员对密闭应该很热，然后都没有灯。然后我那时候很长，因为其实那时候天气都还蛮热，大家都还是短裤短袖，但我在披毯，我在里面手脚冰冷啊。有开冷气吗？没有，因为那是废弃的，所以没有冷气这件事。而且你其实里面有好多好像看起来真的很厉害的咒语，它那些现实中是真的，就是我们请我们的宗教顾问给我们他们真正会使用到的咒语。那你还记得那些手势啊咒语？我想一下我要讲哪一个，因为我刚刚其实在别个有讲过九天玄女咒。九天玄女好有趣哦。降弱就是真的是那样，对啊。勇者五雷火将军卡达救起红火轮神教五雷大菩萨只是下降救良民，九天玄女吊天兵主下玫瑰斩妖精，八卦太极定书红妖魔鬼怪真灭亡，五红六红上帝灵。很长，天哪，你这要背多久啊？2个多礼拜这样。手势你也还记得？手势就有点太长，我可能就是对我希望大家点在别人的额头，点额头也是一个好笑的事。真的吗？发生什么事？点额头就是那时候情况很紧急啊，然后他就要点不到，就是那个中邪的人一直在那边，就是你知道很激动，然后我一直对不到他的额头，我一直这样想说，对不到，戳到眼睛了，那一场直接大 NG， 直接好像变一个喜剧了。可是像你们在拍片，无论是这部片也好，其他片其实都蛮常在外面住旅馆啊什么的。会有遇过什么灵异事件？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拍戏，然后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偏僻，所以我们只能住到汽车旅馆。然后晚上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然后整个那个按摩浴缸就是自己启动，然后那个光就是在那边这样一直闪，然后我还关不掉，我就想说怎么办？好好玩哦！我想说怎么办？明天通告很早怎么办啊？一直关不掉。既然打开了，那就泡一下。里面根本没有水耶，什么都没有。那这样子那个按摩浴缸将会坏掉，会很大声。所以我想说，到底要怎么弄？后来有打电话问旅馆，没有。后来我就是在那边很害怕的时候，他突然就是自己就关掉。我想说，什么意思？是什么状况？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那挺虎的。也是，就是南部拍戏的时候也会住一些很特别的旅馆。那间旅馆也是有电视打开，然后厕所从马桶出来。所以像这些电影里面剧情，你们有去问过，说是在办奎爷，然后被叫了名字之后就会起呼吸，都是会有听说一些，因为触犯了一些禁忌，然后就有办奎爷的人当场就走了。好像真的有一个歌仔戏是这样。对，哇，所以你办奎爷的时候是不能叫你，不能叫庭，那他们要怎么叫你？奎爷、老爷，就是直接叫老爷。因为不能被那些无形认出他是这样的。那这样你会不会不能接手机啊？万一手机电话妈妈打，庭虎啊，那不就完蛋？可是因为其实基本上如果有开脸的话，那些东西都不会在身上。有没收，对不对？就是都会放在那个休息室那边。扮演钟馗，他有许多禁忌，画过脸的时候就不能讲话，不能回头，不能吃牛肉和不能近女色。那你还记得那个七那个字怎么念？冈部对不对？七冈部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可以请庭虎帮我们示范一下。就是step 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7会回到这边，然后再退回来。哇！但是它其实就四个角，来回走，只有4个角。我自己一开始学的时候，都会觉得是不是也要像官将手啊，或是家将那种，就是可能会有勾脚啊或什么。然后他说，其实就是老爷他是神，他是位置更高，所以他走的时候，你就是要把它踏稳。那还有哪一场戏是你们印象最深刻的？我觉得大乱斗应该是我印象最深刻，因为我每天都要穿着那个很破的衣服。这个 take 的时候，这个动作这样，
然后下一个 take 这个都变成所以大家还可以大家来找茬一下。放大很多。那安子印象最深刻的也是这个戏。对啊，我其实就是武器老街那个戏，哦因为我之前的作品是比较少有一些这么多的动作戏，就是我经验没有那么足，可是还好最后看起来还蛮帅的。然后他在科仪课的时候吃了蛮多苦头，因为他练那个法术，我要甩那个甩法那个术，我甩下去的那个声音其实会像是打雷的声音那么大声，把它甩到天空上的时候，鞭子去打那个空气的声音，所以你要去练习那个力度，就是你不是只是这样挥上去，而是你要有一个巧劲。所以其实手很酸，然后挥下去的时候很常会打到我的腿，就所以我自己被咬到对，。就是像被皮带打到那样一条一条。这可能跟这个比健身房的战神还难甩。对战神不用甩出声音。对，但至少战神不用声音。那你们最后有没有推荐观众去看《中邪3》最好的理由？中邪3相较于前2集更厉害的地方是，它加入了非常多的元素，像是跑酷、歌仔戏，不管是角色的大升级，像是我佳明也成为了2.0的仙姑，还有我们的鬼怪从泰国的邪灵变成古曼童，也是恐怖加倍，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进戏院看。当然，我们的新的奎爷也很值得期待。记得要进戏院观赏《中邪3鬼门开》。耶，很可爱，谢谢，谢谢谢谢。大家我是龟，一间美皇大旅社一几工人一只掉头，这唔知什么符啊，嘛唔知什么意思啊。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哟。打开你们的小铃铛吧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我们下回再见。